这是一部看到最后让无数网友泪目的惊悚悬疑片，结局的大反转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不看到最后，你绝对不知道真相。今天就给大家重温一下这部让人回味无穷的经典之作。阿杰是一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家里有着深爱着他的妻子。可就在两人结婚纪念日的那天，阿杰的妻子发现卧室的窗户玻璃被打碎，一名赤裸的陌生男子闯入了他的家中。原来这名男子小时候曾是阿杰的一位病人，可阿杰根本想不起这个男人究竟是谁。男人对着阿杰诉说着自己心中苦水，并咆哮地问道阿杰为什么要放弃自己。阿杰还是没有想起他究竟是谁。当阿杰尝试着安抚男人的情绪时，男人却掏出枪打中了阿杰，随后自己也选择自杀身亡。而时隔1年之后，这件事也让阿杰蒙上了心理阴影。为了挽回遗憾，他在病历中找到了一名和枪击自己患者情况类似的男孩，男孩名叫尼克，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着严重的焦虑症和孤僻的性格，而他的身边经常出现诡异的事情。某天早上，尼克的母亲刚将厨房的柜门关了起来，她拿着尼克的领带丢进了洗衣机，可等再回来还没间隔到10秒钟的时间，厨房柜门却都被诡异的打了开来，吓坏了母亲。她以为尼克在寻找什么，可她也清楚知道事情有着不对劲的地方，就并没有过多问什么。等尼克离开后，桌子上却出现了成年人留下的水字手印。而在学校的课堂上，当老师提问同学们有谁知道关于学校这栋建筑上个世纪是做什么用途时，尼克的回答却让在场所有的人震惊不已。They used to hang people here. 同学们都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老师马上否定了尼克，并表示这里上个世纪以前曾经是法院，很多法律的修改都是来自于此。They were the ones that hanged everybody. 尼克的再次回答这把老师都给整懵了，老师认为是他从哪里听别人讲的故事在吓他。解释完后，他向尼克投来一个奇怪的眼神，却引起了尼克的不满。尼克立马说出来老师的往年曾是结巴的囧事，老师都不敢信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秘密。尼克捂住眼睛，嘴中不停念叨着老师的外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气得老师直接喝止了他。尼克被同学们当成了怪胎，没有人愿意和他玩，只有阿杰愿意倾听他的想法。可尼克还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抵御心理，两人只是在互相试探，停留在表面的交流。直到尼克同学的家长邀请他去参加派对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尼克在楼梯听见暗间里一个男人向他发出了求救的声音。I swear in my life I didn't take the master's horse. Open this door and I'll break through it and grab you. 当尼克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两个同学却将尼克恶作剧架走，将他关在了暗间里。男孩吓得惊声尖叫，尼克的母亲听闻动静急忙赶了上来，只听见里面尼克发出一阵惨叫声，这时门却怎么也打不开，直到里面突然没了动静。等母亲将门打开，男孩已经晕了过去。母亲带着尼克来到医院检查，可医生却表示尼克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人格分裂的症状。阿杰来到医院看望尼克，为了安抚尼克，阿杰讲述了关于闯入他家中那个男人的遭遇。那个男人和尼克有着同样的病情。这时的尼克终于对阿杰袒露了心声，他要告诉阿杰关于自己的秘密。 I see dead people. 原来尼克有着阴阳眼，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尼克还告诉阿杰 Walking around like regular people. They don't see each other. They only see what they want to see. They don't know they're dead. 通过这次的对话，阿杰开始记录病情。他根本不相信尼克所说的那些，认为尼克病情已经更加严重，很可能有了人格分裂的走向。可阿杰还是没有放弃，他陪着男孩去剧院看演出。可当他们准备回去时，尼克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又看见了那些东西。可阿杰根本看不见有任何东西存在，他以为尼克的病情又更加严重了。而一心钻研在尼克身上的阿杰早出晚归，根本无心顾暇自己的妻子。甚至回到家后，他还是来到了地下室，继续记录着尼克病情和查找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导致两人的感情开始逐渐疏远。在结婚纪念日上，两人也不欢而散。可尼克的病情始终让阿杰放不下，也许是因为那次枪击事件留下的阴影。直到有一天，阿杰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一名男子有了暧昧关系，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阿杰找到了尼克，告诉他自己不能再当他的医生了，他只能将尼克交给其他的医生，因为他要挽回自己的家庭。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两人早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尼克让他不要放弃自己。面对这样两难的抉择，阿杰还是选择了家庭。可当阿杰在收听以前的录音时，他却在录音带的空白处听见有人在不停呼救。阿杰才发现真的有亡灵的存在。原来尼克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再一次找到了男孩。原来男孩是因为害怕这些亡灵，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对。人们的无法理解造就了大家误以为尼克是个怪人。阿杰让尼克好好想想那些人为什么会找上他，他或许应该去倾听他们的想法。也许这些人只是需要他的帮助，并没有恶意。因为自己的害怕，尼克常年睡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今夜他似乎又感受到了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他。随着头顶帐篷的夹扣突然被解开，转眼一个嘴里吐着满是粘液的女孩来到他身边。害怕的尼克赶紧离开帐篷，躲在椅子角落。可他又想起了阿杰对他说过的话，尼克壮起胆子去接触了女孩。第二天，尼克就带着阿杰来到了女孩的葬礼上。尼克来到了他的房间，突然出现在床下的女孩找到了尼克，女孩将一个箱子转交给了他。
尼克抱着箱子找到了女孩的父亲。女孩父亲打开后发现是一份录影带，从录像带里面他发现女孩所吃的食物被母亲偷偷放入药物。女孩的死亡并非意外，原来她的母亲才是真凶。通过这次帮助女孩的经历之后，尼克已经不再害怕那些亡灵，他甚至会主动和他们交流。 Who were you talking to? Just practicing my lines. 随着尼克的在学校的演出到来，当他拔出剑的那一刻，阿杰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因为他知道尼克已经被治愈。阿杰准备和尼克告别，此时的尼克早已将阿杰当成了挚友，尼克还是非常的不舍，两人相约着明天再见。随着街道上因为车祸的发生，大家都被堵在了路上。车上的尼克准备将自己的秘密告诉母亲。尼克告诉母亲前面有个女人受伤了，可母亲在车上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尼克却告诉母亲那个女人就站在他们车窗旁边，母亲还以为尼克病情更加严重了，让他不要胡言乱语。尼克却问母亲是不是曾经去过外婆的墓地，因为他曾向外婆提出了一个问题。尼克将外婆的答案转说了出来，母亲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哽咽，潸然泪下。他才知道尼克以前所说都是真的，只是他一直都错怪了尼克。两人互相抱在了一起，这一刻尼克得到了母亲理解，而另一边的阿杰也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准备陪伴着他。可梦中的妻子却说出了一句阿杰为什么要离开他，这让阿杰非常的困惑。直到妻子手中的戒指掉落在地上，地上戒指正是阿杰的婚戒。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想起了男孩在医院对他说过的话。 They don't know they're dead. 阿杰开始回忆起之前的画面，原来都是他自己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上也并没有他。去往地下室的门早已经被桌子挡住，原来他早被那名闯入家中的患者枪击，已经身亡。正如尼克所说的，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随着阿杰身后出现血迹，阿杰从难以置信到愤怒，转至悲哀，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已经死去的事实。阿杰和尼克两人之间相互救赎，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I think I can go now. Just needed to do a couple things. Needed to help someone. I think I did. 随着阿杰和妻子做了最后的告别，本片的故事也到此结束。看完这部影片，不禁让人想要问上一句：我们都还在活着吗？亦或是只在看到我们想看的？